大家好，我是 Miso， 今天呢，终于要来介绍我的哪如头头的模组更新啦。距离上次更新真是过了蛮久的嘛。那这部影片呢，是我在说我要停更一阵子之后发布的影片，所以呢，下个礼拜可能还是不会有影片，只是因为我想要让大家赶快玩到更新的内容，所以就连夜赶出了这部影片啦。好了，那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带你们看看这一次 0.2.5 的更新吧。首先，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左下角，有看过我上一次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把查克拉量图像化了。现在呢，这个查克拉量呢会随着我们释放人数，那个蓝色的那一条会跟着变化了，大概像是这样子。有没有？我们放人数之后，那一条就会跟着减少，让大家比较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目前的查克拉量有多少啦。好，那再来下一个呢，是我让现在的 NPC， 不管是 BOSS 还是这种忍者，生成的分布变得更均匀了。原本的是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它就会一直不断的生出新的，然后你的周围全部都是忍者嘛。他们现在呢，就是不管你在这个地方待了多久，他们会生成的数量就是一定，就是不会再有那种人口爆炸的问题了。再来呢，我也稍微强化了一下尾兽外衣模式下的防御力。原本我们的尾兽外衣是没有护甲值的，那我这次帮他们上了一点护甲值，稍微提升了一下我们尾兽外衣的强度。那再来下一个呢，是我修复了血轮眼的 bug。原本我们的幻术血轮眼是只有在血轮眼的状态下才可以使用，就是你可能进化成万花筒之后就不能使用了。那现在呢，我也修掉了这个 bug。现在呢，就算我们是开着万花筒血轮眼，也可以使用幻术血轮眼了。对。再来，我也帮影分身加了一个比较便利的功能啊。原本我们要取消影分身是要这样子一直点右键的嘛。那如果你到后期太多的话，这样子点有点麻烦。所以呢，我们现在只要蹲下，然后对一直点右键，就可以一次解除附近所有的影分身，一键快速解除。再来，我们现在这个智力点可以增加我们使用人数的栏位了。预设就有10个嘛，那现在呢，我有11个。那是因为我已经点到了15。现在呢，我们智力只要每10点就会增加1格人数栏位，也就是说，我点到20点的话，就可以解锁到12，没有错，让智力有一些其他的作用啦。不再是只有学会人数而已了，但是最多呢还是只能增加到20个，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力最多只能点到100。你点到100之后，它就不会再让你继续点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会有不小心点错的问题。再来，我也优化了一些动画啦，像是招孔雀的动画。招孔雀的动画现在会有一个蓄力的攻击效果，然后前几次的版本我发现这个动画坏掉了，所以这次我也把它修复好了，现在它会正常的显示了。对，然后最后有一个蓄力的那个动画是后来新增的。再来这一次我也新增了一个忍术，就是飞雷神。那飞雷神的使用方式可能有点小复杂，你的前面5格最好是不要放东西，因为等等会被替换掉。那现在我们的飞雷神有1、2、3、4、5，我是让我们玩家最多有5个的栏位可以让你去标记东西。那一样是用左右键可以切换。那我们切换到1，然后对我们想要标记的方块或是实体按下右键，我们就可以标记了。例如我想要标记这里，按下去我们就可以标记了。那这个标记的意思就是我们按下 Z 释放之后，我们前面5个栏位1就是对应我们刚刚标记的1，我们只要切到1这个栏位，然后按下右键，我们就可以顺过来。我们刚刚标记这一块嘛，我们就会顺过来。那我们有5个栏位可以标记，那我们再按下 Z 就是解除，然后我们切到2，我们来标记一下我们第2个栏位。例如我想要标记这个卡卡西，我对它按右键，我们就可以标记了。那这个卡卡西就被我们标记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启动它，然后切到2，按右键，我们就可以送到卡卡西这里了。然后1，然后2，还蛮好玩的。然后3、4、5都还没有标记，所以都还不能用。那你就可以去看你要标记在哪里。我们标记一个超远的地方，标记到对面的山头。我可以这样子快速的穿梭。我在哪里啊？有没有看到那边？一瞬间我们闪烁了一下，大家有看到吗？嘿，有没有？闪烁的一瞬间，我们就从那边送过来的。好，那这个大概就是飞雷神的使用方法。再来，我新增了一个忍术点的系统，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忍术点的限制了。原本我们的学习忍术方式就是你只要拿到卷轴，然后你的智力到了，你按下右键就可以学习了嘛。那我觉得这个方法有点太过简单了。现在呢，我们学习忍术需要消耗忍术点。那忍术点怎么获得呢？只要升级就可以自动获得忍术点，每升1级就是5点，就跟属性点一样。那消耗的忍术点会根据你要学习的忍术而消耗不同的点数。例如 S 级就是4点， A 级就是3点， B 级是2点，然后 C 跟 D 都是1点。那没有级数的话就会写在卷轴上。例如像写轮眼那一种就是没有分解级数的忍术，就会直接标示在卷轴上面。像是这个写轮眼有没有看到那个 JP 的意思就是忍术点，也就是说你现在就算你的智力到达了学习忍术的门槛，你还要有足够的忍术点才可以去学习。例如我现在有2点，我最多只能学一招 B 级的忍术，或
或是学2招 C 级或是 D 级的忍术。再来呢，刚刚各位应该有稍微看到我新增的一个结构，就是忍者营地的结构。那这种结构呢，会随机的生成在世界各地，然后这种结构呢，就是会有叛人，他们就是像那种叛人的营地。那你只要靠近他，他们就会扁你。但是这里的箱子都非常的丰厚，会有一些忍具啊、食物啊，然后最宝贵的就是卷轴。对，这里面会有很多东西让你去发掘。那对应以前洞窟里的那种遗迹，这个叛人的营地呢，虽然会有这种忍者在这边守护着，但是呢，他们的箱子也会比较多。那我们地底的那个遗迹呢，也还是有留着，只是它的数量被我稍微减少了一点。所以如果你是开了一个新世界，或是你跑到了很远的地方，让你的地图重新读取的话，你会发现地底的这种遗迹呢，就会变得比较少。那我现在飞下来就一个。跟以前比起来就少了很多，而且杀叛人的话，你是不会变成叛人的，还可以顺便赚经验值，只是他们就比较强一点。好，那再来，现在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忍术，需要找到相对应的 NPC 你才能学会。例如我刚刚学的飞雷神之术，你就要找到第4代；那8门遁甲你要找到凯，然后仙人模式你要找到自来也。目前就是这3个比较特别的忍术学习方式。例如我想要学会仙人模式，我就找到自来也，然后对他按下右键，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对话视窗。然后他就问我们想要学会仙人模式吗？我们按下4。他说我们现在学习仙术还太早了，因为我们的记忆点不够，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点到40，然后我们再跟他学一次。有了。学习仙术最重要的就是静，那每个学习的方式都不一样，像这个是仙术的学习方式，我们只要蹲下，然后聚集到1000，我们就可以解锁这个学习的任务了。那稍微让你们看一下，如果要学会飞雷神的话，就是要跟波风水门对话；8门遁甲就是找到凯。至于怎么学习，就让大家自己去探索一下吧。再来，我也修复了一个9位模式下的 bug， 就是原本我们的9位模式如果是自动启动的话，是可以自己随时取消的。那我也修复了这个 bug。如果你是在还不能掌控9尾之力下触发了9位模式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自主取消的。好，那再来呢，我也新增了解锁上忍、中忍、下忍的任务，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要成为下忍、中忍、上忍，需要去考试了。那要怎么考试呢？我们只要找到木叶忍者村，到了木叶忍者村之后，这里没有那个结构，有点小衰。大家记得我们的木叶忍者村有一栋房子是那种很像火影大宅的房子吗？就是红红白白的。有啦，找到了，终于。那我们只要找到这个建筑之后，我们走进去里面，就会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没有错，就是我们的伊鲁卡老师。那我们找到他之后呢，按下右键，他就会问我们想要参加什么样的考试呢？那现在就是有下忍、中忍、上忍跟影。那每个阶级呢，就是有不同的考试内容。因为他没有办法赋予我们影的头衔，所以呢，这个影的话，你不用找到这个伊鲁卡，也是随时可以去破的。你只要到达50的，并且击败中介龙，你就可以获得影的称号了。那其他像是什么下忍、中忍、上忍，就是你要到达一定的忍者等级，然后再来找他，他就会告诉你你要怎么做了。那再来，我也调整了我们战利品箱里面的内容物，像这种宝箱呢，里面有可能会开到食物，就像前面刚刚忍者营地里面开到的那样。那村庄里的也都是一样。现在我们不只会开到什么手里剑啊，或者是卷轴，现在也多了食物了。OK， 最后呢，我修正了一个 bug， 也不是 bug， 就是我让 NPC 们没有办法被船关住了。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想用船这种 bug 来击杀 NPC 嘛。那现在呢，他们是没有办法上船的。例如我想要抓住这个波风水门，它是没有办法被推上船的。它只要一上去，这个船就会爆炸。矿车也是一样，所以呢，你们不用再想用船抓住他们了。OK， 以上差不多就是这一次的更新。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bug 修复的，比较细的我也不多做介绍了。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更新。那如果你喜欢这个模组的话，可以留下一个订阅或是喜欢。有任何建议也可以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各位，拜拜。